有弟兄姐妹问说啊，那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，一个推磨啊，另外一个撇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直接请看经文。好，路加福音17章，好，这边提到啊，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，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好 ，OK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然后门徒说：主啊，在哪里有这事呢？耶稣说：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好，那这件事在讲什么？其实我们看前文就知道，往前看一点，30节就提到了，人子显现日子也要这样。好，再往前一点点，从24节就好了。OK，好。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一闪，直到天那一边，就是很快速的主降临了。好，然后他会开始叙述那天是怎么样。好，26节提到挪亚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怎样，就很像是挪亚的日子，大家都不相信会有那么大的洪水，会有那么大的雨，所以大家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然后挪亚进入方舟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好像我们会变得好像那个魔鬼终结者 Terminator 那种，好像人类被机器奴役，没有。在末日那天，人还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是正常的。但是道德是沦丧的，等等。好，那再来说，主再来的那一天又会长怎么样的？很像罗德日子，你看人还是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又嫁，又盖造又耕种。所以啊，罗德的日子怎样，耶稣在显现的日子也怎样。所以呢，这边也提到一件事，为什么一定是灾前被提？因为光这个经文，罗德是不是被从所多玛救出来？火跟硫磺才降下来，所以啊，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个7年的大灾难才会临到世上。所以，任何其他的灾后被提、多次被提、得胜者被提都没有办法完成29、30节这个罗德的日子。罗德出所多玛那一日，你看我们要被带出来，那大家说啊，罗德是义人哦，每个信耶稣都是义人啊，罗德是多好的义人。罗德有祷告啦，但是罗德是会把自己女儿推出去跟人家发生关系的，为了什么的？可能是保全各样的啊。简单这样说，罗德不是多好的艺人，但是他出所多玛才会发生大灾难。我们也是信耶稣的，成为艺人，跟罗德一样的艺人，或是像亚伯拉罕那样更好的艺人，都会一起被提，然后火跟硫磺才会从天上降下，然后7年大灾难才会临到。30节提到人子显现日子也要这样，他特别强调。好，那强调完这个点之后，后面才来提说，所以啊，到时候啊，好34节那一夜，两个人里面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什么？这边在讲的是什么？这边不是在讲所有信徒，两个取一个，然后呢，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，而是啊，就有些人得救，有些人没有得救。信耶稣的人，他就是被取去，他就被带上去，被灾前被提。好，那有人就说啊，那我知道，耶稣绝对不是白天来，一定是晚上来，因为34节提到当那一夜。你知道这个地球上，当有一个地方是夜的时候，同时有一个地方是日吗？所以有可能你刚好是在你的时区是晚上的时候，耶稣来；另外一个时区是白天啊。好 ，OK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这边提到的事情就是被提啊，但是有信的才会被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信耶稣的人会被提，他又不是每个人都信耶稣，所以两个人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啊，推磨也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。很有可能这边也在预言，到时候基督徒会有50%，所以才两个取去一个，两个取去一个啊，对不对？灾前被提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在哪里有这事呢？尸首在哪里，鹰就必聚在那里。所以呢，也有人说啊，这件事啊，耶稣就是在临的时候会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的尸首在讲耶稣为我们死，有点延伸了。反正耶稣再来就是全球性的事情，有些地方是白天，有些地方是晚上。然后信耶稣的人都会像罗德一样灾前被提，然后进入那个祝福里。OK， 希望也回答你的问题。